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世界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调降美国的国家信用，这标志着美国的衰落，还是我们这次人类文明进入暮年？川普面子和里子双丰收的中东之行，也给世界带来川普主义这个新概念。这个概念对未来世界意味着什么？中美贸易战无意中向我们揭示，中共目前有2套决策班子在运作。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些话题，同时我也邀请您把您的观点和看完节目后的想法在节目后面的评论区和大家分享。5月16日，世界三大顶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下调了美国的国家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级降到 AA1 级。穆迪的这次下调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最后一个世界顶级信用评级公司的最高评级。此前，另外2家世界顶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和惠誉已经把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一级往下调降了一级。穆迪说，他这次下调美国评级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美国日益膨胀的债务和赤字的担忧。一方面，穆迪承认美国拥有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但另一方面又说美国这些优势现在已不足以完全抵消美国财政指标的下降。穆迪把目前的高负债归咎于历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财政政策，说这些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造成当前美国大规模预算赤字，而且美国政府赤字没有减弱的迹象。目前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接近2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6%以上。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到2029年，美国联邦债务将达到美国 GDP 的107%。不过，要明确的一点是，美国政府以高赤字运行的模式是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后才进入目前的失控模式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中国武汉传开的新冠病毒，它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把美国财政从晃晃悠悠的站在岸边，给推到了目前在水里挣扎的状态。穆迪还指出，当下美国联邦债务需要支付的利息利率高于类似评级的其他主权国家。这个高利率给美国债务问题雪上加霜，造成美国债务利率较高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它和目前联储的高基准利率有关。第二，也和目前美国发行债务的数量巨大有关。第三，它也和中共国不但停止购买美国国债，而且还在不断抛售美国国债这样的行为有关。根据美国财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截止2025年3月，中共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降到了7654亿美元，比2月份减少了189亿美元。这一变化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量在世界已经排名第3了，比日本和英国都少。自2018年以来，中共国就一直在持续减持美债，在近些年这个趋势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穆迪这次降低美国信用评级的2个主要原因分别是高联邦债务和高债务利率，那么中共在这2个方面都在有意或无意中发挥了作用。因此，中共粉红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用1两拨千斤的技巧，成功把美国从最高的 AAA 信用级别给打下来了。穆迪这个决定再次把美国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放在美国和世界的聚光灯下。此前，从马斯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同一个概念，那就是美国的政府债务目前正处在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当然，信用评级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严格量化的科学概念，有很大的个人主观认知的成分，而且历史上这些所谓的世界顶级评级公司，他们的认知也集体出现过巨大的偏差，间接造成波及全世界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那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种叫做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金融产品，因此那次危机也被称为次贷危机。但是
这种金融产品之所以能够被全世界的金融机构接受，一个主要推手就是这三大评级机构。他们在危机前一致把大量的次级贷产品评为最高信用等级的 AAA 级，甚至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周，他们依然对这些资产保持非常高的评级。结果是，很多被这些评级公司评为 AAA 的资产，在那次金融危机中迅速变为垃圾债券，让全球无数投资者几乎血本无归。2008年后，这些评级机构面临信誉危机。当时世界权威机构的共识是：第一，这些评级机构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关键帮凶之一；第二，他们对风险判断失误严重，评级行为因受利益干扰而缺乏独立性与前瞻性，因此他们的评级结果可信度有限。这次穆迪对美国信用的降级，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争议。例如，曾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的拉沃尼亚就感觉这次穆迪给美国降级的时机非常奇怪。他认为，美国联邦债务占 GDP 约100%的这个比例，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并不罕见，而且美国还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人均生产力最好的国家。因此，他认为穆迪这次降级没有实质意义，而川普政府更是猛烈抨击这次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决定，把穆迪这个决定定性为是一项有政治目的的决定。特别是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就川普的减税法案、就美国下一个财政年的预算进入白热化讨论的阶段做出这个决定。根据最新的评级数据，穆迪目前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依然是最高的 AAA， 其中包括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卢森堡、新加坡等11个国家。此外，欧盟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实体，也被穆迪评为 AAA。因此，这次穆迪下调美国信用级别的决定，就意味着穆迪在告诉全世界，美国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要比这11个国家，要比欧盟高。穆迪这个决定的可笑之处，从此就清晰展现出来了。卢森堡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小国，他们的规模就注定了他们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如果全球地缘政治出现极端震荡，他们是经不住大国吹口气的。就拿和美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的欧盟来说，美国绝对从各个角度碾压欧盟的稳定性。欧盟是个松散的国家集体，内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有些国家的经济状态甚至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滑落。而美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2024年欧盟 GDP 增长率只有 0.8%， 而美国是 2.8%。 欧洲经济引擎德国2024年的 GDP 增长是负的 0.2%， 而且是连续第2年负增长。另外，欧盟整体面临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双重危机。在他们高福利政策下，欧洲政府财政事实上面临比美国更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欧洲很多国家在各种政府严管政策下，整体效率比美国要低很多。信用评级在金融领域的主要用处，就是给各个金融机构和个人提供投资参考信息，而全球投资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穆迪这个评级决定对于全球投资绝对是有误导性的。虽然美国的巨额债务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从中长期看，无论是欧洲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和中共国，都无法和美国相比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发布了一个专门报告，特别指出评级机构助长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穆迪对美国信用降级，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的债务利率，而这对美国和世界金融秩序都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干扰。从另一角度看，穆迪降低美国信用评级，本质上是对当前整体人类现状的一种信用降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茬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你扳着指头算算，几乎所有经济成规模的国家都同时面临着人口和债务双重危机。
虽然各国政府的性质可能不同，政府构架不同，但是他们却都在做着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高筑债台，靠借债透支未来。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已无法跳出人口和国家债务这个双螺旋了。单从这一点看，未来人类世界就注定面临巨变。在当今世界说起巨变，绝对绕不过川普，这自然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川普主义将如何重塑现有世界地缘政治格局。5月13日至16日期间，79岁的川普风尘仆仆，4天访问3国，所到之处享受的是东道主国元首最高级别的接待。一趟走下来，达成的投资意向就高达3.6万亿美元。川普对叙利亚免除制裁的决定，给中东带来新的希望和变数。同时，川普和伊朗的隔空喊话，也给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注入新的动力。因此，无论是对川普的面子，还是对美国和中东实惠的里子来说，川普这次中东行都可以用辉煌2个字来描述。但是，这次川普中东行最出人意料的一个环节，还是他在沙特的一个豪华宴会厅的那个讲话。川普在这次讲话中阐述的美国外交政策和理念，和美国以往历届总统是那么的不一样，以至于媒体立刻就为川普这次讲话的核心思想创造出一个新名词，叫川普主义。很多人说，川普这段讲话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干预主义的正式终结，一定会进教科书。我也看了很多媒体对这次讲话的报道和评论，我注意到一些只从媒体报道解读中理解川普主义的人，很多内心升起了担忧，担心美国会从此缩回本土，走向孤立，甚至放手让中共武统台湾。引发很多人产生这种担心的一个原因是，川普阐述的一些关键但又很微妙的概念，在报道中被记者的自我认知给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5月16日周五，在杰森新闻快递频道中，把川普演讲的主体给大家逐字逐句的同声翻译出来，给大家一个品尝原汁原味的川普演讲的便利。我强烈推荐大家在看完这期节目后去听听川普的原话。很多旧媒体，比如彭博社，对川普在演讲中展现的川普主义是这样总结的：川普主义根植于川普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认知习惯。川普坚信良好的商业关系很重要，同时用谈判达成和平与稳定的外交政策很重要。川普主义的核心特点是：第一，不关心他国的政府形势，只要这些国家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行。第二，寻求交易，即使是与敌人也要寻求达成交易。第三，商业优先，认为共同的繁荣利益可以克服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异。第四，不再推广美国价值观，说川普对推广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或民主，不再感兴趣。媒体声称，川普这次中东行就是他在中东实验他这个川普主义的理念。例如，他采纳了沙特王储萨勒曼的建议，解除了对叙利亚新上台的伊斯兰政府的制裁，而且他还会见了控制叙利亚首都的前反叛军首领沙拉阿，给足了沙特王储面子。另外，媒体还声称，川普用向伊朗承诺巨大商业好处的办法来吸引伊朗放弃开发核武器的野心。但未来首先要看的是，在川普寻求中东和平时，在他和伊朗这样的敌对国家达成协议时，他是谋求短期的权宜之计，还是长期的战略胜利？因为川普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都将反映出他未来会以什么思路针对中共。虽然这些媒体报道了川普讲话的部分内容，而且有些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因为部分关键的川普讲话被他们遗漏或忽略，从而造成读者失去全面理解川普主义核心思路的机会。首先，川普决定摒弃过去美国和西方的干预主义政策，不是媒体声称的，是因为川普对推广美国价值观不再感兴趣。
甚至蔑视美国价值观，而是川普选择充分认可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差异，并决定真心尊重这种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这里我引用川普讲话中的一个原话，川普说，那些所谓的国家建设者破坏的国家远远多于他们建设的国家。干涉主义者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干预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一个地区和平、繁荣和进步，最终不是来自于对你们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来自于拥抱你们的民族传统，拥抱你们所珍惜的传统。我在以前节目中就反复强调过，川普革命是美国和世界现实的自然产物。川普的上述思想也是目前西方意识形态出现割裂后的自然产物。现在西方文明起源于对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推崇，对个体意志的尊重。这样的理念在过去100多年对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成住坏灭是这个宇宙的规律，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目前西方意识形态自身都出现了巨大的割裂，出现了传统理念和极左理念在意识形态多个方面的激烈对抗。在过去100多年，很多西方政府的关键决策部门都逐渐被左派思想把持，左派意识形态已经全面接管了西方的学校、媒体、大公司和政府等关键领域。很多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的东西，很多都是属于极左意识形态范畴的理念。例如，最近被川普政府大量削减经费的 USAID， 它的资金长期就是被用来在世界推行极左意识形态的。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理念相违背，也被很多持传统价值观的西方民众所反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西方政府还一味强行在世界推行它的这些左派价值观，不但无法解决那些地区的原有问题，还可能给那些地区带来新的麻烦。现在川普提出尊重各国的传统，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根本上讲，川普的这个思路是一个用各国自身的传统来对抗左派想控制全世界的这个企图，是对人类传统的一种保护。另外，川普提出停止直接干预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的传统。有人把这个说法又解读为美国会从此缩回本土，走向孤立，这也是对川普讲话的解读偏差。我在这里再引用川普演讲中的一句原话，川普说，我相信神的工作是进行审判，而我的工作是保卫美国，并促进稳定、繁荣和和平的根本利益。这正是我真正想做的。如果为了保护美国或帮助保护我们的盟友，我会毫不犹豫地使用美国的力量。对于任何试图伤害我们或我们盟友的敌人，我们绝不手软。首先，川普这句话的思想根源应该来自圣经新约中的那句著名的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显然，川普认为只有神、上帝才有能力和智慧来对某个人或民族做出审判，而他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领袖，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神来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然后，川普在谈到对抗敌对势力的问题时，川普始终把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放在一起描述，而且反复强调了2次。因此，如果真的有什么川普主义这个概念的话，川普主义并不意味着川普会放弃盟友，走向孤立的状态。当然，川普讲话中还有其他一些被媒体错误解读的很微妙的地方，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我的杰森新闻快递频道去听川普讲话原文。总之，如果真的要把川普这次讲话的思路当成一个什么新的川普主义，那么我对川普主义的理解应该是：美国尊重各国的传统，尊重各国人的道路选择，而川普的首要任务是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负责，同时他会尽可能的为维持世界各国的和平和稳定出力。最后，我们来谈谈中共高层近期似乎出现了2套决策班子的问题。
5月12日，中美分别公布了两国在日内瓦谈判达成的协议，两国贸易休战90天。同一天，《金融时报》报道说，大约在3周前，美中双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其实已经在华盛顿悄悄开了个秘密会议。据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财长兰佛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C 总部的地下室会面，谈了很多，并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在那次讨论中，双方达成的共识对后来日内瓦谈判的快速突破起了关键作用。那次两人在地下室的会面是自川普第2任开始后，中美之间首次高层官员的面对面接触。而川普从4月21日左右就开始，在他接触媒体时提到，美国和中共方正在接触。因此，川普那时的说法和这篇《金融时报》的报道，从时间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另外，在我4月26日的节目中，我还引用了韩国中央日报的一个报道，说他们4月24日清晨7点，无意中在美国财政部门口拍摄到了一群中共官员进入美国财政部的画面。然后在当天川普和记者见面时，也提到了中美双方今天早上还会谈了。因此，川普有关双方在接触的说法，也和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可以相互印证。但是在那个期间，在多次被问及川普提到的中美在接触的情况时，中共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是态度坚决地予以否认，并直接把川普的说法称为假消息。商务部的发言人当时还强调说，中共和美国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首先把这一次给中共快速增长的关税给先撤掉，显然态度非常强硬。这两位发言人当时态度强硬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合常规的程度了。通常这些发言人在被问到没有准备的问题时，他们要么会说无可奉告，要么会说我这里没有你提出问题的相关信息。当发言人回答问题的语气和态度是那么强烈时，他们肯定是明确拿到了高层在相关问题上给他们提供的回答原则了。也就是中共高层有人明确告诉他们，如果美国不先让步的话，我们不会先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事实上，外交部和商务部发言人的强硬态度和4月25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国际经贸斗争的新说法高度吻合。显然，他们的强硬态度是和习近平的强硬态度高度一致的。在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出国际经贸斗争的新思想后，如果习近平思想还是代表中共全党的绝对政治路线，那么兰佛安就是本人想在 DC 和贝森特聊聊，也不敢真的去聊什么实质的内容，因为中共官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的。这样看来，那是谁当初给了兰佛安豹子胆，让他居然在 DC 私下和贝森特跑到 IMF 的地下室密会，公然违抗习近平要国际经贸斗争的新思想呢？而且他还敢进一步派一大群中共官员跑到美国财政部去求见美国官员。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在兰佛安去美国前，他是得到了目前在中共高层有实际权力的另一个权力中心的许可，甚至可能是被那个权力中心要求来和美国接触，为随后的谈判做铺垫。从外交部和商务部发言人的绝对强硬态度看，他们对兰佛安有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全然不知的。另外，习近平在4月25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大讲国际经贸斗争论。从这点看，甚至习近平可能都不知道，在兰佛安到美国开会时还被安排了那样的特殊任务。5月6日，中共外交部突然对外宣布说，主管经济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9日至12日访问瑞士期间，会和贝森特举行会谈。第二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进一步强调说，这次会谈中方是应美方的请求举行的。显然，外交部这边依然想保持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但是美国这边的说法却是，这次是中共一方首先提出这次会晤请求。根据过去这几周的经验，我选择更相信美方的说法。显然，这种强烈的想和美方谈的
中共高层意愿应该不来自习近平，但是这个意愿居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碾压习近平思想，这说明中共高层的这股习近平阵营之外的势力已经到了能够叫板习近平权威的程度了。在谈判的前一天，多家主流旧媒体都引用了知情人士的说法，说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主动询问美方在芬太尼方面的具体要求，而且王小洪还会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瑞士参与此次中美谈判。这些报道强调，王小洪的出席彰显了中共希望向美国表示他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重视程度。奇怪的是，会谈结束后，在中美双方声明中，王小洪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根据贝森特的一个介绍，中方似乎是派了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来展现中方对芬太尼问题的重视。通常大家都认为王小洪是习近平的亲信，但也有人说习近平没有让王小洪主管政法委，说明习近平和王小洪的关系可能没有外部观察的那么铁。这次王小洪要去又没去，似乎也显示王小洪本人对参加这次会议的矛盾心理。最后只是派了一个副部长代表自己去，很可能是他两边都不想得罪的一个折中办法。在会谈前，贝森特明确表示，他并不对这次瑞士会谈双方达成实质协议抱很高的期望，但最终双方居然在2天内就达成了贸易战休战90天的关键共识，显然应该是中方展现出希望双方立刻休战的迫切程度，超出了贝森特在会谈前的预期。表面看是双方都向对方降了115%的关税，但结果却是美国新增30%的关税，而中方新增关税是10%。其中关键差别是美国会向中方额外征收20%的针对芬太尼问题的关税。但让世界更加吃惊的是，在中美5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后的第2天，当有记者就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和芬太尼问题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再次强硬表示，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自身。如果真是这样，在会谈前，王小洪为啥还要向美方询问他们在芬太尼问题上具体要求呢？中共为什么还要派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去参加这个经贸会谈呢？有人对此的解读是，中共又在玩出尔反尔的把戏。但大家要知道，中共通常是在协议签署后才开始玩两面三刀的把戏的，而中美现在真正的贸易谈判才刚开始就出尔反尔，那不是中共自己把自己的底牌再往火里扔吗？显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敢不顾中美目前还在会谈的大背景，说出这么强硬的话，这应该就是代表习近平在芬太尼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态显示，外交部是坚决站在习近平这个阵营的，摆出一副不惜把未来谈判搅黄，也要态度强硬的这个架势。到2027年中共21大时，习近平应该已经是74岁了。多个渠道显示，习近平目前的身体是不足以让他在21大期间继续掌控中共的。如果习近平在2027年会退下来，已经成为中共党内共识时，根据人走前茶就开始凉的中共权力原则，现在应该已经到了中共高层在不同权力派系中开始选边站的时候了。未来2年，中共在高层权力分裂方面的戏份应该会越来越多。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有关川普沙特演讲的节目链接就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